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那今天呢，我会给大家介绍几款比较好用的跨境电商网站搭建工具，可以帮助你来搭建一个非常专业的一个电商网站。那么在2025年的开始呢，如果说你想做一个电商，那它的机会呢还是非常大的。那么我呢也是搭建过一个电商网站的。之前呢也给大家有分享一个电商网站的搭建整整4个小时的一个教程，那么有兴趣的伙伴呢可以来看一下我的这个相关视频。这里我所推荐的每个工具，那么我都亲自尝试过，还有最适应的一个应用场景，那么我都会详细的为大家进行一个讲解。那如果说你想要做一个电商网站的话，本期视频呢一定要看到最后。那看完这期视频呢，你也会找到一个最适合的一个电商工具。那么这里所有的一个电商工具呢，我都会放在视频下方的一个描述栏里，大家可以打开视频，鼠标往下拉呢，在这里有一个更多，那么这些相关的链接呢，我都会放在这个下面。那我讲到每一款工具的时候呢，大家就可以打开这些链接，跟着我一起来看一下。OK， 那接下来我们就开始吧。那今天要聊到的第一个电商工具呢，它的名字叫 WooCommerce。这个呢是一个免费的一个插件它能让你用最低的成本呢搭建一个电商网站。如果说你听说过这个 WordPress， 那么 WooCommerce 那是最适合你的一个选择。那 WooCommerce 的话是 WordPress 的里面的一个开源的一个插件能够在任何的一个 WordPress 网站里面呢增加电商的一个功能。目前全球呢有几百万的人呢都在使用它。那首先的话WooCommerce 呢和我们的一个 WordPress 的话，它是高度的一个集成。那如果说你已经拥有了一个 WordPress 的网站，或者想用 WordPress 来建站，那么这儿我建议你呢，可以选择用这个 WordPress 搭建这个 WooCommerce 用这个 WordPress 来搭建在里面呢去安装这个 WooCommerce 的这个插件，那么你就可以利用这个 WordPress 强大的功能，再加上这个 WooCommerce 的这个插件，它里面呢还有一些博客，同时呢还能进行一个产品的一个销售。那这个插件的话它是免费的，但是呢你直接使用这个插件呢那是不可以的。我们这里呢还需要一个服务器来托管你的网站。那这个服务器呢，我推荐大家使用这个 Hostinger。那么 Hostinger 呢，它是一个主机提供商，那它的性价比非常的高，功能呢也是非常的齐全。目前呢 Hostinger 呢是非常实惠而且非常安全的一个服务器之一。这里我所搭建的这些网站呢，都是搭建在这个 Hostinger 的这个主机服务器里面。这里 Hostinger 的链接我会放在视频下方大家可以打开暂停视频，打开这个链接来看一看。那么你第一次进入这个网站，可以看到像我进来的话，它这个页面呢，首页显示的是一个英文，这里也不要紧，我们可以点击这个左上角，这里会有一个红旗，我们可以把这个语言点一下这里面呢主流语言都有，我们可以点击这个右下角这里一个中文，那这里呢我们就把它已经切换到了一个中文的页面，并且呢它里面可以看到右下角这里有一个询问它有一个中文的客服，你有任何问题的话，你可以直接在这里面留言，点击一个发送他们都会及时的回复。它的一个付款方式呢，对国内的伙伴呢也是非常友好的，它可以使用我们国内的支付宝来进行一个支付。那如果说你要用 WordPress 来搭建一个属于你自己的一个电商网站的话，那你就必须要有一个这样的一个主机服务器。可以看到在这个里面呢，它会有3个套餐，那么中间是最热门使用人最多的一个商业套餐你可以在这个套餐里面可以看到你可以搭建100个网站，所以它的性价比是非常的高，很多人为什么要使用它。那并且呢，你购买了1年以上的我们可以点进来看一下，你可以选择这个套餐。如果说你的要求更高你想要搭建更多的网站，那么可以选择更高的这个计划，它可以容纳300个网站，并且它还有一个每日备份、按需备份，还有一个专用的一个 IP 地址。第二个商业套餐它是共享的 IP 地址这就是它2个的一个区别。那么这里我们可以点进来看一下，那这里你选上可以看到你选上2年1年以上呢，它还会赠送你1年的一个免费域名。你有了一个主机服务器，同时呢你拥有了一个1年的域名使用权。那么域名购买1年呢也是需要几十块钱的。那么 WooCommerce 呢最大的一个优点就是它非常的强大，和我们的 WordPress 一样。那 WooCommerce 的话也有成千上万的插件呢可以供我们选择。
比如说有增加运费、税收、营销这些功能，它是属于一个开源的。那数据的话也是完全属于你的，这一点也是非常多的朋友喜欢的一个原因。另外的话 WooCommerce 还可以用上 WordPress 网站所有的功能。如果说你想搭建一个博客，同时又想要想要一个在线商店的功能，那么 WooCommerce 呢再适合不过它就非常的适合你。WooCommerce 里面它提供了非常多的模板，提供了一些模板，只是官方的模板呢，它相对于来说费用要贵一点。另外呢，它还有一个第三方的一个模板，你就可以使用这样的第三方的一个模板。那第三方模板的话，它的价格就比较实惠，那你可以直接安装在这个 WooCommerce 上面，可以看到这里面相关的一些模板呢，价格都是非常实惠的，它的价格比官网呢会便宜很多。那 WooCommerce 第三方的模板的链接呢，我也会放在视频下方。那如果说你后面搭建了一个 WooCommerce 的一个网站，那又需要一个便宜又专业又好看的模板，那么你就可以来到这个网站里面来看一下。那么说了这个 WooCommerce 的一个优点，那很多伙伴会说，那它会不会有一些什么不足的地方呢？那么每一个软件呢都有它的一个有优点有缺点，我们就说一下这个 WooCommerce 它的一个缺点。比起像 Shopify 这样的一体化的平台呢，它要难用一些。那么这里 WooCommerce 的一个价格呢，它会比其他呢要便宜很多。也正因为它可定制性比较强，所以说呢，你前期需要学习的时间稍微要长一点。那么这里呢，我之前有分析一个用 WooCommerce加上 WordPress 来搭建的一个电商网站，这是一个非常详细的一个教程感兴趣的伙伴可以看一下，我会把相关链接放在视频下方和这个右上角，大家可以点开来看一下。那么这个视频呢是一个4个小时哪怕你是零基础了，那你也能看懂这个网站该如何搭建。那我有从头到尾的把这个WordPress 加 WooCommerce 的搭建的网站的每一个细节呢都有详细的教大家。如果说你对这个 WordPress 搭建这个电商网站感兴趣的伙伴一定要来看一下这个视频。总的来说呢 WooCommerce 适合任何类型的一个业务，而且可无限的扩展此外的话，它确实是最便宜的一个选择，并且便宜了不少。所以说如果说你想要一个 WordPress 的一个网店想要一个完全可定制化的一个方案，你想拥有一个博客，还想要一个插件支付电商的一个功能，那么 WooCommerce 的话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它不仅强大了，还可以帮你省很多的钱。接下来给大家介绍的这个电商构建工具呢，它叫做 Shopify。Shopify 呢，目前呢是最受欢迎的一个跨境电商平台之一，那它是属于一个独立站。如果说你销售的是一些实体的一个产品，那有很多大型的公司呢，他们的独立站呢，因为它专为各类规模的企业打造的，那是一个专业于电商的一个综合的一个平台所有的仓库库存还有发货的管理都可以在这个平台上完成。这也是为什么那么多企业那么多大公司呢需要选择这个 Shopify 来进行一个在线商店的一个搭建。那么 Shopify 呢，它是一个一体化的它就是所有的就在这一个平台上面就可以操作完成所以呢它的成本呢会高一些。那 Shopify 呢，它也有一个不同的套餐，适合各种类型的一个企业者。这 Shopify 的链接呢，我也会放在视频下方的这个描述栏里，大家可以通过链接呢，可以获取到一个可以3天的一个免费试用，并且呢3天过后的1个月呢，你只需要$1，你可以再用1个月来好好的来感受一下它的一个功能。那么 Shopify 确实是很多做跨境电商独立站的一个首选的一个平台。那它呢是专为电商设计的，涵盖了比如说产品管理、物流支付还有营销工具。那它把这些所有的功能营销工具全部都整合在了一起。另外呢 Shopify 的设置的话也是非常的迅速。那么还没有注册 Shopify 的朋友呢你可以打开视频下方的链接，你只需要在这里呢点击这里开始，在这里呢输入你的邮箱打开免费试用就可以了。按照它的步骤呢，一步一步，几分钟之内呢就可以搭建出一个属于你自己的独立站。那比起我刚才所说的这个 WooCommerce 呢，它的
那么 Shopify 呢要简单很多很多，而且它平台上面有大量的一些专业的专为电商打造的一个模板。使用 Shopify 的话，你只需要几个小时就可以把整个网站，它里面也是有非常非常多的插件你只要在上面搜索，你就可以想要什么插件，你想要实现什么功能，那都可以，没有问题。它有成百上千的一个插件比如说一些什么电子邮箱营销或者一些什么评论的一些插件等等，这些都是有的。另外它里面呢还提供了一个功能呢，叫做恢复弃单。这个功能的话可以挽回你未完成的这个订单可以极大的提高我们店铺的一个转化率。总的来说呢 Shopify 呢是简单易用我们Shopify 搭建商店平台呢是非常容易上手的不需要你懂代码，你只需要在平台上进行一个拖拽就可以搭建出一个非常专业的一个网站。那它的一个客户支持呢也是非常出色的，它和 WooCommerce 是一样的它的插件呢刚才已经给大家介绍过了它的所有的功能都是非常齐全的。那么通过插件呢，你可以帮助你的店铺呢扩大功能。那 Shopify 它是支持一个大规模的一个扩展Shopify 做几百万、上千万甚至上亿的跨境电商生意呢在这个里面做都是没有问题。所以这里来给大家总结一下，其实使用 Shopify 非常适合那些愿意多投入一点资金，想要有一个综合的平台并且希望管理起来更加简单的人那么 Shopify 呢是你的一个首选之一。另外呢 Shopify 之所以这么受欢迎，因为它在电商方面确实做得非常的出色。那这里呢我会把3天免费试用的链接呢放在视频下方的描述栏和评论区，大家可以打开视频下方的一个链接，并且呢之前呢那我也有搭建过一个跨境电商独立站的一个超详细的一个教程。这个教程呢有将近5个小时的一个时间，那里面呢每一个细节呢都说得非常的到位。如果说你是新手，没有任何的跨境电商的一个基础，这个视频呢你可以好好来看一下。那我会把相关链接放在视频下方和这个右上角大家可以暂停视频打开进去去了解。那么这儿给大家介绍的第3个网站呢叫做 Squarespace， 那它非常适合那些想要创建一个专业网站的用户尤其是追求一体化平台的一些朋友。那我觉得这个 Squarespace 的话最适合用来展示服务。那么 Squarespace 的话，那里面呢它也有一些非常优美的一些模板设计它主要是由这个模板而出名。对于如果说你有作品或者说你提供服务的一些用户呢，那么 Squarespace 的话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那首先呢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它的一个优势。那么首先当你注册好一个 Squarespace 以后呢，它有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模板它有超过100个可定制的模板可以进行选择非常适合比如说摄影师设计师比如说一些什么培训这些服务这些提供商等等这些人群用这个是非常不错的。在电商方面呢Squarespace 的话它也是非常擅长的，比如说销售各种服务、订阅服务、虚拟产品的一个下载，那甚至呢它还支持一个预约的功能那它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选择。如果说你想要销售实物产品的话，但是呢这里其实大多数的人呢他可能还是会选择通过这个 Shopify来搭建一个实物网站。像 Shopify 这样的它其实像 Shopify 这样的因为它是一个一体化的平台因为在这里面所有的都可以全自动化你不需要自己去处理。 Squarespace 的话主要是针对一些个人你的一些技能或者你的一些服务你可以考虑用这个来搭建网站。那么还有呢像这个 Squarespace 它的服务它的安全性更新这些方面的话那稍微还是欠缺了一点Squarespace 的话它还是支持一个会员销售的这个功能，这一点呢还是可以的。那就网站的一个编辑器来说呢，它也是属于一个拖拽式的一个操作，完全不需要你懂代码编程知识所以呢如果说你想要选择一个你喜欢的模板必须要做太多的一个更改，只需要加入你的一些文字和图片，那么你就可以拥有一个专业的网站。另外这个 Squarespace 的话它的博客功能还是非常强大的，如果说你想在电商网站上再加一个博客，那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但是比起这个 WordPress 的话，那可能还是稍微逊色一点。
那我们可以来看一下这个 Squarespace 它的一个相关价格。价格的话，的确比自己购买服务器使用这种 WooCommerce 或者 WordPress 来要稍微要高一些，但它的价格总体来说呢还是比较合理啊。比如说可以看到这个的一个，我们可以看一下它按照年付它的一个价格，比如说这里一个$28，这个呢是一个商业的一个套餐。那么这个$23和$28呢是他们比较推荐的这两个计划。另外它呢是要收取一个3%的一个交易费。可以看到这里呢，这个$23呢，它是要收取网上交易的个3%的一个交易费。那如果说你买更高级一点的，它是收取的是一个0的一个交易费所以大家看一下你想要哪一个更合适。这我们可以看一下Shopify 的话，它的一个价格。那么 Shopify 可以看到商业的这个计划呢，它呢只是收取一个1%的一个服务费。那如果说你选择更高级的，可以看到它只收一个0.6%的一个手续费。所以说就个人的建议Shopify 呢它可能提供了更强大的一个功能，这里呢就看大家怎么样来选择。总的来说呢，这个 Squarespace 呢它非常适合服务型的一个企业，比如说你是销售虚拟产品提供服务，或者说你是一些什么设计师销售你的作品等等。如果说你是要卖实物产品的话，那你可能还是需要考虑这个 Shopify。那么接下来呢，我要给大家介绍的呢就是这个 Hostinger。Hostinger 呢，它是一个网站建站的一个工具。前面我也给大家提到过这个 Hostinger 啦，那是针对我们 WordPress 的一个功能，因为我们需要一个这样的主机服务器。这里就是说一下，其实这个 Hostinger 呢，它也是可以专门来进行一个网站搭建的一个工具。那它也可以帮你快速的来建立起你自己的一个网站。这里呢 Hostinger 的一个链接所有我提到的相关链接，大家可以在视频下方的描述栏和评论区找到。进来之后呢，大家可以把你的界面可以通过上面左上角的这里点击进来，你可以把它切换成一个中文点击这里就把它切换成一个中文界面那么它就会展示给我们的就会是一个中文的一个界面。那这里呢，你就可以看到它就会变成一个中文。你点击右上角这里有个建站助手，你可以使用 Hostinger 的 AI 呢帮你搭建几分钟就可以帮你创建一个网站，打造你自己的在线商店并且可以开始销售。你可以选择创建一个专业的一个电商网站、网上商店也可以搭建一个博客网站，还可以搭建一个作品集的一个网站。那么这儿我们可以看一下 Hostinger 的一个网站建站工具呢，也是一个非常适合想要快速使用 AI 创建网站并且销售产品的一个用户。那么这里如果说你对 Hostinger 的建站工具不太了解的话，它其实和其他工具差不多都是基本上是一个简单的一个拖放式的一个构建器。那么并且它的价格的话也是非常便宜，每个月可以看到它的一个价格只需要20多块钱这个是人民币，非常适合初学者，还有一些小型的公司。对于那些不想学习太多技术，只想点几下就能搭建一个网站的朋友来说呢，这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选择。那么这个工具的话，也是一个可视化的一体化的一个平台你只需要一个Hostinger 的一个账号，它不像这个 WordPress 呢的一个复杂性，所有的网站还有电商的功能呢都集中在一个地方。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个免费的域名，那么价值也是70多块钱。这里呢，你只需要购买它1年的一个套餐的话，那它就可以赠送你1年的域名使用权。这儿呢，我也使用这个 Hostinger 来搭建了很多的网站。我的一个主机服务器呢，也就是使用的是 Hostinger 的。那么它的一个速度呢，应该是最快的，有大量产生的一些大型的电商网站。如果说你有大量产品的一个大型的电商网站的话，那么这个 Hostinger 的这个 AI 建站可能就不太适合你那你可能是需要只需要 Hostinger 的一个主机服务器，再结合一个 WordPress 来搭建你的一个在线商店也是可以的这个是针对大量产品的一些用户。但是如果说你这里呢，你只想卖几个产品，希望在几个小时内呢就上线的用户来说呢，选择这个呢模板呢还是可以的。它里面其实跟 Shopify 是一样的，有非常多的免费的一些模板供你选择。那搭建出来的一个效果呢，也还是非常不错的。所以说这儿呢，你完全不需要你有什么经验，也不需要代码只需要使用一个编辑器可以来制定你的网站。那如果说你想要有一个无限扩展的电商平台，那么 Hostinger 可能不是最好的选择但它的价格实惠
使用简单，对绝大多数起步的一些创业者来说呢，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那么这里我会把相关的链接呢都会放在视频下方大家可以打开描述栏或者评论区找到这个链接。那么这个链接呢和之前的相同你可以选择使用网站的建站工具，或者像之前所提到的这个选择 WordPress 加上 WooCommerce 呢来进行一个网站的搭建。这里呢我已经有出过一期电商网站搭建就是一个 WordPress 结合一个 WooCommerce 搭建出来的这样一个电商网站。这里呢你就可以购买它的一个主机服务器。那么在这个里面你可以看到呢，它可以容纳100个网站。如果说你更高级一点的，它可以在这里面可以建300个网站。那么你也可以使用它里面的一个 AI 建站的一个自助工具。这儿关于 Hostinger 的一个教程呢，之前呢小鱼儿也有给大家分享过Hostinger 的一个里面的 AI 来搭建一个网站。那么相关链接呢大家可以在描述栏去找。OK， 这个呢一个 Hostinger 它的一个在线商店的一个网店搭建可以看到它里面的相关的一些模板。最后呢给大家讲这一款工具它的名字叫做 Wix。那这个 Wix 的话，它也是一个一体化的平台非常适合比如说你销售的是虚拟产品的一个用户。那这个 Wix 它的一个电商功能呢也是支持一个销售实物产品的，但个人认为呢它更适合销售一个虚拟产品。那么这儿有几个原因让它在这方面表现非常出色的它像其他的一个建站工具一样的Wix 呢它也是使用一种拖放的一个操作来搭建网站。那么你只需要用鼠标来进行一个拖放，那就可以搭建出一个非常漂亮的网站。它也是非常简单易用的不需要代码，也不需要任何的经验。那么同样他们也提供了大量的一个比较专业的一些设计模板，可以帮你快速的搭建一个看起来非常专业的网站。那 Wix 还非常的迎合比如说你后期想要转型，不想做电商，而是想要做一些什么博客呀或者作品集的一些网站你可以很快很容易的就进行一个切换。那么从使用场景上来看呢，大多数的人使用这个 Wix 来销售虚拟产品，比如说电子书在线音乐课程或者说其他的一些可下载的一些产品。那么 Wix 的一个独特之处呢，就是它有一个比较优惠的一个价格。我们可以看到它的一个套餐价格。那它还有一个可以看到它有一个免费的一个功能那么这个免费的呢，我不推荐大家使用这个，因为它没有办法使用自己的一个域名。那么我们可以看一下它下面的一些相关的计划它的一个价格也是一般使用的比较多的就是这个$36的这个。那么还有 Wix 的一个 logo 功能的话也比较有限，所以我们这里先了解一下它的一个价格，一共有4个价位。那么价格从$17到$159不等，相对来说呢还是比较实惠。如果说你只是需要一个基础的一个电商功能，那么每个月可以使用这个29或者$36的，这个呢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那么 Wix 的话，它还提供了很多有用的工具，比如说有一个邮件营销工具 SEO 工具，那你还可以享受 SSL 证书，看到有个1年的免费域名，还有一个像这些什么标准的营销套件。总的来说 Wix 呢是很适合创业者的一个平台尤其是那些想要销售虚拟产品需要简单一体化的一个平台但是呢又不愿意花一点钱的用户，那么需要简单一体化平台，但是呢又想要节约成本的用户呢，以上这个5个就是比较好的一个电商建站工具。每一个呢它都有它的一个优点缺点，希望有一款 APP 能够适合你，那么也希望能找到适合你自己的一个平台。那么心动不如行动大家一定要马上在2025年呢就要开始你的一个创业之路。Shopify 它的市场呢平台里面呢是占比最高的一个，用的人呢也是最多的。我们要相信大众的一个选择。那我这里会把相关的链接放在视频下方。电商呢是在2025年呢非常值得去尝试的一个领域，每个人其实都可以来做一次电商，即便是你有自己的一个生意，那么你可以增加一个电商的一个收入，也能提升利润和扩大市场。在此之前呢，那这里呢，郁金香呢也做过一期非常详细的一个教程就是跨境电商独立站的搭建。这个视频呢也长达5小时，详细的说到了每一个细节感兴趣的伙伴呢可以来看看我的这个视频。那么有任何问题呢，也可以在下面留言，我们可以一起交流学习。我们下期视频再见。